超能观察第4期风水单元，迎客被上头，工作人员呕吐啊，去的地方，多人理解干扰，有些人连着拖就变神经病。人为什么会有三魂七魄？本来你不应该见到我，为什么来找到我？祖师爷没请到，立刻走，要不然你就死定了。没有通灵能力，最好的术数就是起卦，要敬畏天地吧。進入咗九紫離火，我發現我哋而家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變局。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嘅問題，財運、姻緣、家庭以及健康。面對呢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自己唔知點樣去選擇，或者亦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出乜嘢嘅努力。鑑於此咧，我決定推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通過我哋民族了不起嘅道家哲學思想，通過易經、八字、風水等等嘅道法術器，去解決我哋人生中嘅一次又一次嘅困難。喺我哋面臨命運嘅十字路口選擇嘅時候，做出最優嘅解決方案。Hello， 大家好，我是風水。Hello， 大家好，我是道元。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欢迎大家收看超能力学院的超能观察系列的第4期。今天我要带大家回顾的是节目的第7集和第8集的精彩内容。那么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更具挑战性的风水单元哈。那像这个风水当中呢，有阴宅和阳宅的区别啦。比方说风水师兄讲的是我们的阳宅，那阳宅和阴宅里面有什么样最大的区别？能不能大家科普一下？阳宅最简单的其实就是跟你居住的环境有关系，跟居住在里面的人的运程有关系。你看看，无论是有钱的或者没有钱的，谁都要去弄一个门口啊，搞个玄关啊，对吧？这些跟阳上的人息息相关。那在我们的阴宅风水呢，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去祭祖啊，去到那里去拜坟啊？因为一个好的阴宅风水，对，阴宅风水它可以管好几百年。一个不好的风水也可以影响你，影响几百年。所有的男丁或者所有的女丁都会出现问题。阳宅风水的话，我们说，如果要用4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动中要带一点静，就是长风聚气嘛，长风聚气。然后阴宅的话就是静中要带有动声，它怎么动呢？地脉龙神得动。哦。所以看阴宅跟看阳宅呢是完全2种看法。那道元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个阴阳宅之间的风水的差异？要打架了怎么办？我觉得是一个争鸣的一个舞台，我们可以各抒己见。我的家学阴宅和阳宅是同看。我举一个例子，在8运里面有几个三象是阴宅也很旺，阳宅也很旺的：乾山巽象、巽山乾象、亥山巳象、巳山亥象、丑山未象、未山丑象。阳宅和阴宅的区别就在于，阴宅要隔龙，隔龙是什么？就是要靠山，要讲峦头，要有青龙的配合，也要白虎的配合。阳宅就不需要隔龙，阳宅指地象，因为它不需要从山从哪里来，水往哪里走，特别是像城市里面，你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看到山，所以它就需要地象立得准。明白。那其实，在节目当中啊，法明老师有提到过，就是这个坟地的这个风水啊，它可以看出后代子孙的发展。那么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好，这个原理我跟你讲，全世界都没首次公开。就是我们人为什么会有三魂七魄？我们有天魂，有地魂，有人魂，称之为三魂。天魂是什么？就是你生下来那一刻，你带什么样的能量下来，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讲水的转世，这叫天魂。地魂是你出生的那一刻的环境，刮风啊、下雨啊、打雷啊，或者是你在生活在这个水边，还是什么山里面，还是什么，这叫地魂。还有就是人魂，人魂就是父母的基因。那么我们人死之后，人魂再站到这个环境里面，就地魂了。人地它是合一的，然后的话，天魂是去转世投胎或者怎么样，到轮回去了。所以我们的后世子孙，因为有人魂的这个遗传，
所以它有量子纠缠之下，哪怕他的祖先是投胎了，他的人魂和地魂依然可以通过这个地气，可以给到后世祖宗一加持。所以很多人就说啊，我父母可能都已经轮回了，我祖宗早就轮回了，为什么还是可以保佑我？可以保佑我？这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人是三魂来调动气魄。明白。那因为道元老师讲了很多的这个专业名词啊，天地人三魂，我觉得这一个也很精彩。如果大家想要听详细的，我们也可以单独做一期节目来给大家科普一下。那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师兄，就是我们有些学员啊，他从这个3座坟墓当中选出名人后代的这个坟墓嘛，那如果是换成师兄你来选，可能会从什么角度下手？这一集的话呢，给了3个照片，单凭这个照片呢，你看不到四处的峦头，这是比较的单一的判断的。他们一开始用这个青龙白虎，明确这个四灵兽的好坏也能分辨出来。对，除了看它的四灵兽之外，奇怪也要用，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外面的这个环境，通过卦象去预判外面的这个环境，这个是可以的。对，因为今天节目呢，没有请到这个我们的法明师兄来，他来的话，他肯定说天眼直接看，那一样嘛，拿个硬币抛，那你觉得你够那个硬币正面的这个也可以。没错。那其实就在我们去到这种外景拍摄的时候，有很多这种突发状况了，比方说我们的学员他可能会打嗝啊、翻白眼啊，或者说现场这个不舒服，那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是吧？他们在录制的时候也会突然就是呕吐啊，像中暑啊、生病啊，突然之间全身发抖啊这种情况。到袁老师这一组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Karen， 她也很不舒服嘛。他这个不是中暑，他是邪气入体。那他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你现场帮他调整了以后，哎，他缓过来了，您用什么样的方法？他是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确实很阴气。那当然，那么热的天啊，你感受到阴冷的力量，那你知道一个是阳，一个是阴，那当然就是灵界的力量，要小心了。所以往这一走呢，我就跟大家讲说，那好，我们要掐一个诀，掐一个法诀。掐那个法诀的时候，那个 Karen 就没办法完成，那就知道这是一个灵界的干扰。后来我就用注油的方式呢，首先给他分身啦，拔除他体内的阴气啦。后来回到酒店里面，还依然给人做了驱逐了，所以他第2天就很好了。所以有的时候要敬畏天地吧。对，除了为大家呈现精彩的节目之外，我们还要敬畏当地的鬼神。对，所以孔子说了一句话嘛：与天地合其德，与日夜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那刚才道元老师也分享了他的方法，那师兄呢，你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也能够教大家保护一下自己？那我教的方法呢都非常简单。其实呢，人如果没有办法去学到很好的一些手诀啊，或者有名师相传啊，因为道门的手诀特别的多。那么我们有个很简单的叫做卧固的，就是小宝宝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守住我们的魂。当然了，有个更好一点的，也会教大家握个雷诀，锁手。雷诀，对，它对于我们有时候想要去了那个地方了，我也没办法，只是卧固保护自己。他真的来攻击我的时候，我能不能有更强一点的呢？这个又是防守又是进攻。当然我们没有法力，还是那句话，握着之后赶紧跑，不要对抗。对，你的能力还没有去到可以跟大家去抗衡的时候。是，其实师兄分享的这个方法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然后也比较好操作。那其实我还从这个节目当中呢，看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师兄有一个方法，就是用一碗水，上面放一根针，它就能够发挥这个罗盘的一部分的功能啊。是的。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这个不能说是罗盘，因为罗盘呢还真的是要分我们的专业的八卦、443啊，各方面的东西要考虑到的。那我的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是我们那个法脉里面的一个玩法吧，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居住的环境里面，它有自己的能量场。对。那我们如何通过一些东西去感知这个叫做量子里面的一个同频共振呢？那水里面它有它自己的张力，我们通过念咒，用香的加持，然后把平常会沉在水里面的这个针，让它浮起来，那么浮起来的时候呢，它呢
只会指向一个地方，叫做磁场比较紊乱的地方。你的房屋里面哪个地方有它的所谓的阴气？我们在这阳宅里面啊，它所有东西都放得很好，因为那个主人呢，他是一个歌手，他自己的很多的器材啊，很多的奖杯啊，他都有找地方去放，刚好那个地方呢，他拿过很多奖，那个奖杯全部是水晶做嘛，他或者铜啊，他堆了几百个在那里，然后那个针就指向那里，因为发散性太强，所有东西太紊乱，所以也很神奇了，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关注到一个细节，就是在第一个地点15楼的时候，林鹤和小文呢他们的罗盘都出现了明显的抖动。那像这一在风水当中遇到罗盘乱跳的情况，老师们会怎么去判断呢？到底是气场的问题，还是有东西在干扰，还是罗盘的问题呢？道元老师您怎么看？首先，你知道，基本上如果你要下罗盘，在大楼里面下罗盘都是不准的。我们现在的都是钢筋水泥的，那它会对这个罗盘的磁场是有一些干扰的。所以大家有看我在节目中我的罗盘有一个防止它磁场干扰的那个胶垫，这就是说，就是通过科学的手段，然后去防止它磁场这种干扰。所以林鹤他们去到那里，因为是那是罗盘失灵了，对，因为什么那个钢筋水泥对它的造成那种磁场的干扰，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因为我自己也实践过了，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些空阔的地方，它并没有受到钢筋水泥的这种，那它依然在抖动，依然在旋转，那么呢，就是临界的在干扰，就是它就不让你定到它那个方位，就去干扰你，这是什么好的能量的磁场。还有一种就是你不要打扰我修行，不要来影响我的那个临界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下罗盘的口诀，如果罗盘恢复正常，代表你的能量可以驾驭到这里，诸邪退避。但是如果你念了口诀以后，祖师爷没请到，罗盘依然安然是这种情况，立刻走，要不然你就死定了，就不要看了。这个前几年不就是有风水师，香港的某风水师，然后他跑到那个肇庆去看风水，最后他被活埋了。有看过这个新闻？有看过这个新闻。对，所以风水里面因为我们是掌握命运的人，掌握命运的人，你知道吗？老天爷对我们是有一些惩罚的，我们就有很多的要防备自己的这种。所以为什么要强调法脉、家学和道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易的去做风水的。没错。所以讲到这里就是他们那里，我判断就是这个大楼里面的磁场大楼里面的磁场，如果换了一个胶垫，就会好一点，它就会好一点。所以，刚才道元老师在讲这个他们的影响，可能是大楼的钢筋水泥的结构产生了这个罗盘的一个干扰。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不要随意的去学了一招半式就去帮别人去看风水，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被这个能量所反噬。是有这个天灾，有人祸。那想问一下风水师兄了，那在这个他看风水的过程当中呢？小文他感应到了这个磁場很混亂，他聽到有很多靈體在說話，但他又說了一句：即使佢同你講呢個答案都好，你都無法去到分辨佢嘅對與錯。靈體係會呃人嘅，靈體也是會騙人的。那師兄有沒有遇到過靈體騙人的經歷？那我跟你說啊，通靈說2的時候呢，已經有選手表示過，靈體會騙人。靈體來說的話，本來你不應該見到我，那你為什麼來找到我？那你找到我的話，那我可能有些訴求要放大一點來告訴你啊。其實不僅僅是靈體會騙我們，我們也會騙靈體，人也會騙，一樣的，人會騙人，人最會騙的就是靈體。我告訴你啊，我們粵語裡面有一句話呢，很搞笑的。叫呃鬼食豆腐，騙鬼吃豆腐。為什麼呢？就是有些地方呢，確實有很多的靈體啊，然後我們不想給它干擾，我自己又沒有靈力把你去打啊或者驅散了。好，很簡單的，我準備一個碗，碗裡面呢放一塊豆腐，然後我知道我這裡有了，我把這個豆腐呢放在我門外或者放在離我家遠一點的地方，那麼這個靈體呢就去了，自然過去那邊就不會來搞我了。對，有些人很壞的，就是還會放在別人家的門口，知道嗎？這個很好玩。對，這個也是一個挺有意思的事情。對，所以呢，你不要說靈體來騙你，我們都會騙他。對，所以我覺得小文他發現了這個問題以後呢，其實
也可以跟大家有一个警示作用吧。就是第一方面呢，师兄分享了这个骗鬼吃豆腐，我们不要随意放进别人家门口啊，没错，对，千万不要去尝试。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啦，感受到你打不过就跑嘛，是吧？不要在现场跟他来来去去的反复折腾。那其实林鹤在考核当中呢，除了看地形和气场，也会现场起卦来判断。上坤下坤变为上坤下坎。他用的到底是什么术数呢？师兄，你是怎么看待这种实地风水加起卦的判断方式？他用的还是梅花易数。毕竟呢，他在这个实地风水里面呢，他没有办法获取到太多的信息，因为我看到他们被人蒙着眼，对，去到那里就只能直接在现场马上去做一些判断了。那给到的时间是少了，能获得到所有外面形峦的信息是很少的，而且呢，他又不是一个所谓的通灵师，他没办法跟各方面的一些灵体去沟通。那么通过这个。我觉得哈，没有通灵能力最好的术数就是起卦。起卦，真的，起卦不要说它不是通灵，只是说把这个通灵的能力降到了这个卦象里面去。人很安全。其实像我们之前看《通灵周2》的时候，郑红老师他不会通灵，但他基本上都是起卦，也很准。你难道觉得我们超能力学院的这个比赛起卦就不能全部赢了吗？不就是猜东西吗？对，所以呢，下一届的超能力学院呢，能起卦也能来参与的。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们大家知道了，不论是通灵也好，还是说起卦也好，术数也好，都有它这个不同的用法。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力主的这个安啾令这位学员了。那安啾令呢，原本是这个风水的小白，会的是奇门遁甲嘛，到结果呢，他也是成功选到了第3个地点，就是我们的印度庙，并且说的一些信息啊，也是非常准确的。那他当时到底是依靠什么样的一个信息来判断这个风水呢？因为之前我们去做这一期的时候，然后呢，他在我的环节里面就专门有请教我的风水的一些事情，教他用奇门的方式啦，然后教他要关闭自己的五官五感，然后的话，只要你屏蔽一切，然后静下心来，然后呢，脑子里面自然会链接天地的能量，它会成像给到你，所以你只要解读那个像就可以了。当然，普通的人他解读那个像的很弱。好，那么其实在这里面呢，我还想问一问，就是在我们这一期第8集里面，林鹤他突然之间考核結束以後情緒激動，甚至有點失控了。反明師兄說，這個林鶴被上同了。訪問時表現得異常亢奮，都係因為開始上同。冷靜。等會兒啊，我看一下啊。你別緊張，慢慢來，慢慢來。我有點激動，然後就是渾身都是麻的，特別想哭，就這樣。究竟什麼是上同？那師兄能不能給我們解答一下？那你看到那个 Darren 的那个官地的那个汕头，那个是纯正版本的啊。我们觉得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观众里面，他应该是知道的了。但是林鹤的这一种呢，它不是完全的真上同，他去的地方里面呢，不是死过人的，就是一些叫做阴气比较煞气重的地方，然后他还用了他自己的这个灵管，去不断的链接这种能量。他这种能量我们也看过哈，有些人就是连得多就变神经病的哈，没有人带之下。为什么我觉得他本来就有灵感呢？因为他玩梅花嘛，梅花艺术核心一定要有做这个外应嘛，抓外应不可能不相信灵感嘛，所以他的灵感能力应该是可以的。后来呢，在那个法明老师的教学之下呢，把他的这个灵感观开得更大。那么有些人呢，体质比较敏感，就会有一刹那叫癔症。就是有些幻想啊，或者说一些错觉啊。对，这个癔症就下来，那个就叫做要去上同的前奏吧，还没有完全上哈。感觉我要来了。对，感觉我要来了，那个时候是最辛苦的。他不知道这个是真还是假。但是身体慢慢好像被一种能量在侵蚀。那么有师傅带着，这个才能去做的。所以就是屏幕前的朋友们，不要轻易的追求这种我要去通灵这种感觉，一定要在专业的老师的指导之下，才能够去接触这样的一个学问。我觉得师兄的这个提醒很重要啊。好，那超能力学院这2集的风水单元呢，不仅仅是看到了学员面对挑战的成长和蜕变，
也让我们观众重新认识了风水背后的逻辑和智慧。那前面2个单元力主还没有晋级嘛，就是说到我们第8集啊还没晋级嘛，明显可以看到这个气氛和压力啊都比较大。我贏咗啦，你贏咗啊！那道元老师当时是怎么样去稳住他们的心态的呢？其实你知道，他们当时非常着急的。对啊，慧慧说啊，我们要淘汰了 ，NGLD， 唉，没希望。他就会问我，老师怎么办？老师怎么办？然后那我们起个卦嘛，起个卦的卦象就是我们一定会进决赛。对，我很坚定，当他认为我这么坚定的情况下面，他们就开始要备战决赛。所以也是因为您的起卦，所以稳住了他们的心态。是的。好，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呢，即将进入到大家最为期待的法器篇。比方说，有些人也会买这个水晶啦、饰品啦，或者收藏一些法器。是不是我们也能够通过晒日光，然后吸收月光的能量，去增强法器的这个灵性呢？晒月光、晒日光，那我可以讲是加持，可以这么去说了吧？好像阴阳水啊、正阳水啊，或者午时水啊，那些不就是在我们中午的时候，5月初5的中午去晒一个午时水，那也叫做加持。但我觉得呢，只是说我们平常找不到名师，找不到地方，我们可以自己做这样的加持。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师傅帮你开光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能量呢，会比自己这么去做的能量要大10倍、100倍。那是不是开光越多越好？不是的，我们说呢，开过光的东西呢，一般都会管你1年了。如果你不是说，带着它又去洗澡，又去一些阴晦的地方，又或者带着它直接行房，那基本上那1年之内你都可以自由的用。对 ，OK，那道元老师有没有就是您对于开光这个有比较独特的方法？我开光太多的方式了，比如说你开光呢，你是神像又不同，神兽又不同。那比方说像我们这种水晶的珠链，这个就很简单了，这个就一道符就好了。好，那其实道元老师啊，3位学员呢，我们在这个法器篇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这个相应的法器都是不一样的嘛。那像 Angeline 她是这个鹦鹉螺的化石，那慧慧她有这个塔罗牌啊、权杖啊，还有 MS 的一些符尘。那他们分别属于什么样系统的这个法器呢？就比如说像 Angeline 她有一个法螺，对，它是化石几千年了，所以你知道它那个东西是有古智人界的这种力量，传递给了他的，那么塔罗，权杖，它更多的是来自于修行的这种精神，赐予他的这个，那么符尘是我们道家里面传统的法器，符尘一般的人是轻易不用的，所以你看到太上老君会用，对吧？其他你看到的用没用刀，有没用棍，符尘是在我们道家里面非常高的一个法器，所以一般人也是不能用的。一般来讲，要宗师级别的人才可以用，开宗立派的人才可以用。那他用这个符尘，在你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适不适合他呢？他有这个机缘啊，让我给他过宫啊，否则要不然他扛不住，肯定扛不住啊。所以你看 MS 这么瘦，怎么吃这个压力太大了，是吧？好，那么请大家记得持续锁定我们超能力学院的正片内容，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超能观察的幕后分析。最后啊，也不要忘记订阅2位老师的频道，风水说道，还有我们的道元观诀，那么可以看到更多更深度的内容分享。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你想唔想喚醒你內在無限嘅能力與智慧，令你可以攞到宇宙最強嘅能量，清晰高維靈魂嘅信息，令你想了解嘅一切都嚟得如此輕鬆喜悅，而且仲可以擁有逍遙自在嘅人生。而家超能力學院第2季正式開始招募啦！如果你準備好踏出第一步，我會喺呢度等你一齊嚟修行、成長、突破。